她是在朋友的一次聚会上认识的。第一眼看到她，我就觉得这个女孩非常非常的适合我。当时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非常甜蜜的生活，我就希望每天1天24小时都能看到她。但是她不觉得这样是幸福的，她觉得我这是在监控她，我这是在限制她的自由。到最后，她竟然提出和我要分手。当时我非常激动，我动手打了她，我也很后悔。但她现在还跟我提要分手，这根本就不可能。我不知道你跟我分手以后，你会做出什么事情。这倒是强势，啊，一样有问题。接下来，掌声请出他们。来，掌声有请。男主人公小庞25岁，来自山西，职业化妆师，学历本科；女主人公小西23岁，来自杭州，无业，学历本科。来，有请两位。欢迎两位啊！现在什么状态？是分手状态还是待分手状态？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办法跟这个男人过下去了，他的一些行为太恐怖了。我觉得我现在就生活在地狱里边，他跟之前完全就是两个人。我对你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我爱你，你说这玩意儿是恐怖。你口口声声说你爱我，你爱我的话，你会动手打我吗？为什么动手啊？动手那事确实是我的错，我向你道歉，确实是我的不对，当时我太冲动了。但是你一直跟我要分手，当时给我的刺激太大了，我忍不住。我为什么要分手？你自己心里没数吗？你们俩我做什么事情的话，你都得管着我。我想自己逛街，我想跟闺蜜逛街，你非得一个大男人跟在我后边。我陪着你们逛街怎么了？就因为这一点小事，你在大马路上跟我吵，吵完以后，我穿着夏天的衣服，那么多人，你居然把我衣服都给撕破了，我一个女孩，我差点走光了，你知道吗？不是你们俩多久了，姑娘？1年多。怎么认识的呀？在朋友一次聚会上面认识的。那个时候我觉得他挺好的，他谈吐也特别幽默，跟我周围认识的男孩都不一样。之后也见过几次面，有一次我的手机忘记充电了，手机就自动关机了，然后。上 QQ 跟朋友联系的话，他会去看每一条留言，有多少人就因为 QQ、微博这些东西出现第三者？是这样。啊，等于都是我的一些大学同学，因为我信任他。谁知道那些人是不是你们所谓的同学？以后你们假如跟他们一块走了，我怎么办？我敢把密码。我这么在乎你跟他们跑了以后，我的心里怎么想？藏着掖着的，我敢把密码说出来吗？我没跟你要，你会好好的跟我说这些东西吗？主动给我。那是我跟你要出来的。你的工作呢？你都要接触那些演员、模特之类的。我有怀疑过你的行为吗？我那是工作需要，没那些演员，没那些模特，我吃什么喝什么。小庞，外地出差，他陪你去。对。然后你把他一个人关在宾馆的房间里，有这事儿？有还是没有？能不用关这个词吗？我不觉得他。你不光把我关在宾馆里边，你还把我关在家里边。那天的话就告诉你了，咱们俩之间的话有误会有争吵，我就想冷静一下，去我闺蜜家，然后咱们冷静几天。结果呢，你大半夜的撬我闺蜜的门。我怕你出什么意外，我去找你，这有错吗？你也不能动手打我闺蜜啊。我那是打她吗？现在我想想，我当初真应该打她。
那个做的那是闺蜜应该做的事吗？发短信恐吓她呢，就是因为她上次跟我闺蜜动手了，我害怕她伤害我闺蜜，我都不敢去那。她还打你的女性朋友。对，而且还威胁她。这个你能忍受1年啊？因为的话，我之前有谈过一段感情，那个男朋友的话就是对我不是很在乎，就开始的话，我以为他是因为太在乎我才这样，所以一再的容忍他、原谅他。因为他有的时候就是动手打我这件事之后的话，他也有道歉的行为，就是哭着跪在我面前，然后有的时候动手打他自己，所以我就又心软了。就一定是说我错了，我下次再也不会了。我不止一次跟你解释过。然后痛哭流涕往地上一跪。对，他跪下来的时候跟我说，他说咱们以后各自有各自的生活，如果半年以后你没有嫁人的话，我会来娶你。但是他发完誓不到2天以后，又开始拼命砸我们家的门，只要我电话不接的话，他就在楼下喊啊，楼道里的邻居的话。看见我的话都很奇怪哦，你发誓过你改，但是你老是跟我说要分手，要分手。小庞，你以前谈过恋爱吗？有过。谈过几个女朋友啊？2个。而且他谈过的2个都是有钱人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怀疑他跟我在一起的目的根本就不单纯。咱们2个的事说以前的干嘛？以前的事跟现在都没关系，现在说是咱们2个的事。你非要拿这个当借口分手是吗？那个钱也是我拿的。你给我的那些钱，我一笔一笔都给你记着呢，我都投在了工作室上面。我也心疼，我也喜欢花。你前后给他多少钱？7万左右。而且他还跟我说他还什么车贷，我见过那车才2次，我都怀疑那个车是不是他的。那个车是公司的，我不就是想在你面前长点脸吗？你不觉得这么做的话就是谎言，就是一个骗子吗？你为什么那么不让我走啊？你是害怕失去我，还是害怕失去这些钱呀？每个月你都会给他钱吗？不是每个月给他钱，就是他之前的话说他的那个工作室要给什么员工发工资什么之类的，然后就跟我说他要拿钱用，还有那个车贷的事儿。其实他就开过那车带我去过2次。车是公司的，我当时说那个车是我的，就是我想在你面前长点脸。那为什么还有还车贷的事儿呢？因为每次跟他要钱的时候不可能就是只找一个借口。为什么每次要跟他要钱？因为我觉得这工作室以后就是我跟他的，我认定的就是他的。这工作室到底是谁的呀？是我的，这个肯定是我的。是你们俩认识之后他开的，还是在之前就开了？之前就有。之前就有。那我们还是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哈，谈过2回恋爱。对。为什么分手？就是很自然的分手。年龄还有其他的方面各种原因，但以前那些事跟现在不一样。是对方不一样，还是因为的话你根本就控制不了他们，因为没有我这么软弱是吗？这些都是跟咱们2个没关系吧？跟他们分手的时候没闹过吧？我3个女朋友的对待我觉得都一样，没有说他说的那么夸张，不让你出去啊什么的。我觉得我没有吗？你把我的钥匙全都藏起来，你让我去拿钱包你也拿走。这事你还跟我说是吗？你跑到北京郊区，我开着车绕着北京一圈一圈的找你，最后找着了。再下一次你更过分，你直接跑到外省去了。我费了多大的心思就为找回你，你怎么就不懂呢？他为什么要走啊？他说我管他管得太厉害。我们之间的话根本就没有空隙，正常的情侣的话都是周一到周五。我为了每天能跟你待在一块，我放弃了多少工作的机会。那人家还有异地恋呢。他们那是情况不允许，咱们2个离得这么近，为什么不能1天24小时每天都在一块？小希，我问几个问题啊，你是很享受跟他在一起吗？我觉得跟他在一起的话会有存在感，就是中途的那几次的行为，打我的那几次的行为之后，让我觉得我没办法再跟他继续。如果他不跟你动手的话，我都跟你解释好多遍了，当时你一直吵着跟我闹分手，然后咱们2个开始互相拉扯，这是不小心蹭上去的。我手劲比较大，拉你身上全是伤。不小心，我没有故意的打你。一巴掌扇过来，我嘴角都流血了，那是不小心吗？那次我跟你道过歉，你也原谅我，但是现在为什么还要拿这个说事儿呢？在你们刚才的对话当中，他有提到过，你闺蜜也劝你跟他分手。什么时候开始你闺蜜劝你跟他分手？是他向你动手？就是看见我身上的那些伤。也就是说他跟你动手不止一次是吗？对，然后但是他每次都是那种流着眼泪，然后跪下来抱着我腿求我。家里人知道吗？不知道，因为爸妈之前早年间在北京的话也有投资那个房产后来就让我来了，说你的话可以去，咱们家在那边的话也有房子，
虽然不是很好，但是够你住了，就让我去了。等于说你家庭条件还不错是吧？对。他送你回家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告诉过他说这个房子是你自己的还是你租的？有说过。你跟他在一起到底是为了什么？我跟他在一起就是爱着他，我想跟他在一起，就这么简单。他那些钱我都记着账呢，如果他说他要我还回去可以，到时候我把账本给他，我一笔一笔的都还给他。我在乎的不是钱，我只是想摆脱你，我不想再跟你继续下去了，已经没有这个必要了。为什么不跟你父母说？因为我是独生子女，然后我爸妈平时又比较宠我，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谈了这么一个男朋友。那更应该跟他们说呀。而且他还动手打我，如果我父母知道的话，可能会报警之类的。我不想这样的话伤害他，我只想跟他之间和平的分手，而且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帮他解决这个问题。我觉得他现在心里有问题，经常拿着刀站在我面前，然后威胁说你要不跟我在一起的话，我就死给你看。他事实上划过吗？就有割破一点点。我不希望的话，你再继续伤害我，跟继续伤害你自己。不管你说什么，总之我们没办法继续下去了。我只想跟你分手。你的控制欲太强了，你那真的不是爱，你那就是占有欲。我不是控制，我真的是爱你，发自肺腑的我爱着你，所以我才那么关心你。来吧，听听老师们怎么说吧，给姑娘一些建议吧，挺可怜的。来，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。说实话，此时此刻我很不舒服，这种不舒服在于我跟小庞面对面，但是我感觉我很恐惧，说真话，因为我从你的语言、你的状态，我看到了好几个字，类似愤怒、暴躁，然后偏执。这个我们一定要引起注意。有一种病叫做强迫症，不要为这个词感到很敏感，因为现代的社会，焦虑症、躁郁症、强迫症，很多年轻人都有，它不是什么很严重的、很丢人的一种病，你知道吗？很明显的，你有很强烈的这种症状，叫做强迫症。你真的需要去医治你的心灵，去找心理医师也好，通过自己检讨自己也好，先把感情放掉。感情的事现在在这个台面上已经不是很重要了，重要的是你要先医治你自己的心灵。这是我现在很强烈的感受，因为我们教很多孩子都是有各种问题，我们作为老师经常去开导他们。老公，你有这种感觉吗？你是生活在非常紧张的一个气氛当中，你可以说工作的时候是伺候别人，把很多美丽打造给别人的脸上，回到家以后你也得为了自己下一顿吃什么，工作室下边的开销是什么。这对于一个男生来说，你可能要的比你现在所能够创造的要高，这是你的一个问题。爱情是两个人在松弛情况下来继续的，你去把它控制得很严，是因为你觉得他不在乎你。起初他想有存在感的时候，觉得这男孩天天注重我，他觉得还不错，挺享受这个爱情的。但是后来你过了，这也有问题。我先说女方，你的最大问题就是你是一个没有原则的人，没有底线。他都能做到那些让人我们听起来匪夷所思的事情，你居然还能忍，这叫纵容。选择恋人绝对不能选择控制欲极强的人。他有3种端倪是可以显现他这种特质的。第一就是温柔粘人型，24小时分分秒秒都要跟你在一起；瞬间变脸型，就翻脸啊，比翻书都快。对对对。第3一种就是窥探你隐私型，你所有的那个人的物品，包括你的自由的一个空间他都不给你存在。遇到这样的人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1年吗？我觉得度日如年呀。还有，你不怀疑他有任何的别样的目的吗？那就立马断掉，不要再给他钱，断掉他有可能其他的目的，然后离开他。我今天来这儿就是为了离开他。但你态度始终让我觉得你不够决绝。男方，你别这么看着我说的都是实话。你这种表现肯定来自于首先你极度自卑，然后就不自信，然后你就不信任对方。你现在表现出来的你很难看，你知道吗？但你所有做的这些动作、这些行为非常非常之难看。你要想获得安全感，不是通过控制对方，不是让对方害怕，而让自己强大，吸引对方。就这些，谢谢。刚才在听这段对话的时候，我想到一个比喻，可能不是特别恰当，但是我觉得挺像的。小溪特别像一个保险箱，
然后你看我们需要的时候吧，从里面拿钱，然后平常不需要的时候要把它锁起来，然后要把那钥匙藏起来，不能随便让其他人看到它。所以我觉得特别像他。然后跟2个人这个相处的模式就很像是我们在看管一个保险箱。然后你说我爱那保险箱吧，我特别爱，我特别在意，我特别害怕这个保险箱突然之间不见了，它离开我了。难道我不爱它吗？我觉得那也是一种爱。但是你是在用对待一个保险箱的态度去对待一个大活人，而且你还用这种方式对待了他1年多。而且你说前2任也是同样的一种方式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最害怕的一点。整场你都在说爱嘛，爱是什么？是要让一个人能够自由的呼吸，而不是说让一个人憋得窒息、喘不动气儿。小溪现在他就处在一种完全窒息的一种状态，所以我经常说一句话，我说太深的爱就会让这个爱变得越来越浅。当你的爱越来越多，多的让别人承受不了的时候，对方就不会那么爱你了，或者他开始生出一种恐惧，甚至有一天他开始恨你。所以今天我对你提一个要求，如果你真的是一个男人的话，今天就把他放走。如果你真的是一个有本事的男人的话，你可以再继续去追他，当然他答不答应那是后话。如果你真的在这儿就说我要拴住他，然后不给他选择的机会的话，我们只能说你很胆怯，你配不起他。所以请你放下那个心中保险箱的情节，把他当成是一个人，他不是你的物品。控制一个人的3个原因：第一，爱他，爱不释手，不愿离开自己的视线；第二，犯错，就像关犯人，不让你出去，所以要把你关起来；第三，能够为我所用，不想抛弃，要紧紧地攥在手中。打女人，吃软饭，哀求不成反要挟，这不是男人，是禽兽。小庞，你应该不是我说的这种人吧？我希望你不是。我看见你的嘴唇在颤抖。你看你啊，长得斯斯文文，你好好对她，你们原本可以过得很好，单纯，家庭生活条件也不错的一个女孩，不要伤害她，不要用我刚才说的那几种无耻的方式去伤害她，否则的话谁都不会放过你，包括法律。我希望你坦坦荡荡地往前走，就这样。他有一句话，我不知道你听到没有？我说，既然他都对你这样了，为什么你还给他这么多的机会不离开他？小溪的回答是，在他那里我体会到了一种存在感。他所指的存在感，我相信指的不是控制，而是你对他关心的那一部分，对吗？我觉得苏老师那段话给你一个特别好的提醒。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你今天应该怎么样？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你明天应该怎么样？如果你是一个男人，对于他你又该怎么样？接下来是你们的表白时间，2位都做慎重的考虑，一起进入黄金60秒。小溪，跟你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觉得很幸福。我没有说像是沾了其他的东西，像什么金钱之类的，我只是想单纯的和你在一块儿，跟你在一块儿我满足，我幸福。对于以前对你的伤害，我确实要跟你说声抱歉，对不起。其他的话我也不想多说了，只是想让你知道，我心里面在乎你，在乎你是你这个人，我想和你在一起，我不想要分手。你知道吗？我特别怀念曾经的那个你。那个我想吃什么东西，你可以为我排队几个小时就去买。我有什么无理的要求，你都答应我。我想要一个娃娃，你可以连夜的为我去抓。可是后来你变了，你的控制欲太强了，你对我朋友的做出那些伤害的行为，让我害怕，我没办法跟你在一起了。如果现在给我2个选择，一个去死，一个跟你继续的话，我会选择去死。
我今天之所以站到这儿的话，是因为之前我们有很多美好的东西，所以我现在的话，希望你能够放了我，也放了你自己。来，请亮灯。一个男人曾经用爱把一个女人征服，因为他自己的怯懦，把一个女人轰走。我听这话其实挺心酸的哈。如果要在你和死亡之间做选择，我宁可选择死亡，也不选择你。你觉得还有必要我们再进那个转门吗？要进还是不要进？听他的选择，我想再试一次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定会出来，对吗？是的。来，姑娘，请回。你一定会出来，对不对？那你就站在这儿好了。来，请关门。他说那句话，在死亡和你之间，他选择死亡的时候，你难受吗？其实我刚才特别想给你一个很体面的一个告别，就是你跟他说，我也很怀念曾经的幸福，我后来的做法错了，我会像老师说的一样，等我完善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男朋友，我还再会去追你，然后你离开，我觉得那样会特别好。但是你一定要形成这样一个僵局。你觉得他会出来吗？不知道。还是想等结果是吧？是。来，你自己数5个数。2、3、4、5。来，请开。我相信一时肯定还是不能接受，但是也得面对啊，兄弟。如果你觉得心里真的那个过不去这个坎儿的话，可以找一些专业的老师去帮你一下，没关系，就特别专业的帮你一下。我相信在本质上不是一个坏人，因为有的时候爱会让我们很糊涂。给你个建议吧，真的面对镜头跟那个小溪说，承认个错误，然后承认跟人家分手，这个真的很重要。虽然咱们在心理上不能接受，但是我觉得应该像男人一样的去生活。来，小溪，对于你的感受，我可能确实是没有太多的关注，对此对你造成了伤害。我以前都一直没有好好的去想过，只是想你为什么，而从来没在自己身上找原因。虽然咱们已经闹成了这个地步，但是我还不会放手。但是你不要害怕，我心想的就是，在自己做完改变以后，让你觉得满意以后，我再去找你。到时候给你选择，你有选择的机会。谢谢你，请回。我们都说这个13年要关注一个主题词，叫幸福，是吧？现在看来，幸福其实有一个最核心的东西是健康。健康除了身体上的健康，还有一颗强大的心。心的健康可能比身体健康现在看来还重要。